一顿完整的大餐，除了美味的主食，怎能少得了诱人的甜点？对我而言，享受人生从享受甜点开始。偶尔品尝一份外观精美的甜点，赏心悦目，食之甜美，给人满满的幸福感。饭后来几口甜点，丰盛的一餐也就完美了。生活如此美好。忙碌的生活需要一点甜，今天又有哪些漂亮的甜点来疗愈我们的心灵呢？唐朝冠冕，等你加冕。其实我参与这个节目都乐在其中，每一集都大饱口福和眼福，让我觉得好幸福。我也是。可是我们的幸福都建立在参赛者的紧张之上。同样的，今天的比赛将会有3位参赛者来应战，2位将成功的闯关，1位将被淘汰。这毕竟是个比赛，输赢是肯定会有的，所以我们评审团的压力非常的大。跟我们一起分担这个重任的是我们常驻评审 Chef Janice Wong。Janice， 看了几场的初赛，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期许还有要求吗？对，要求呢是很高的，还有我期待吃多一点的甜点。所以当你说要求非常的高的时候，你到底想要看到的是什么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甜点，我们要看到不同的步骤，他们的 decoration 会很漂亮吗？还有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吗？原来要求那么高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我们的嘉宾评审，他是一位研师哦，他现在呢是在一个烹饪学院教烘焙还有甜点制作。我们欢迎 Chef Alex Yan。22岁入行，从学徒做起，靠着勤奋好学的精神，一步步当上5星级酒店的甜点主厨。Chef Alex 吃剩甜点界33年，最擅长制作糕点、面包和糖艺。对他而言，烘焙是一门易学难精的艺术。为了传承手艺，栽培新手，他2年前将重心转往学术界，目前在烹饪学院担任资深导师。此外，他也是新加坡烘焙联盟的委员，更多次带领本地烘焙团队参加国际比赛，为国争光。Alex， 你曾经在很多间酒店担任糕点主厨，现在又走进校园教烘焙。对你而言，一个成功的糕点师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首先，我们首要的就是要有刻苦耐劳、上进心。待会儿你再来看参赛者们的作品，你的水准会非常的高吗？因为你现在是导师哎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参赛者来学习。在评甜点的时候，你的要求最看重的是哪一点？味道。口味最重要。对。第二就是你的外观。哇，我现在为参赛者感到紧张，因为要求非常的高。那我们马上欢迎他们出场，他们是杨彬辉、杨敏还有伊恩。我想问一下，以言只有26岁，已经是蛋糕店的老板。现在在打算第2间。哇哦，所以生意做得很好，还不错，因为我们都是做 custom cake 的，客户最喜欢的，因为他们可以买给小孩子啊、老人家啊，是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参加比赛呢？experience 吧，看别人也是讲做他们的东西这些之类的，也就是引起这些经验。那杨敏，我知道你现在上一个烹饪课程，怎么会想到要上课的呢？我之前就在家里自己玩这些东西，然后
后我觉得就玩来玩去还是学不好，所以我要就是认真的去学习。我比较好奇你那个工作台上有一个很可爱的玩具，它叫小土，对，吐司，对，吐司的土。然后听说你也会写歌是吗？对，等着写你们的戏。导演听到了没有？多才多艺啊。那冰辉，听说你是没有专业的一个训练，我是读那种食品科技的，可是在我工作的时候有学习到一点点烹饪的东西，然后就喜欢上因为我很好奇，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的工作的情况吗？食材背后的那些 science，然后那些 technology 要怎么去研发，怎样去upscale productions。你很有胆识哦。对他真的是可以对这样就出来比赛。其实我也是试试看，那一招我就来了。好，大家一起加油！初赛的考验是指定食材，那3位参赛者都必须把制作组所设定的食材融入到自己的甜品当中。初赛的评分标准包括创意与呈现、烘焙技巧、口味及口感。过程中，如果参赛者不整洁、超时或者是不符合要求，评审团也将酌情扣分。今天要考大家的指定食材是让人家吃的甜甜蜜蜜的焦糖。焦糖在甜点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3位参赛者到底会怎么样运用焦糖这个食材？我相信我们4位都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作品。如果需要额外的食材或者是装饰，后方的 pantry 甜蜜专区随时欢迎你们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比赛限时3小时，现在开始。Alex， 你对焦糖有什么分享吗？焦糖属于甜性的东西，但是通常每个人都会加一点盐，把它带出它的味道，会更比较香诶。焦糖会很难运用在甜品当中吗？不是很难，只要控制它的火度，你就可以把它拿捏得很好。过火的话，就会把它烧焦，然后就真的是要溶掉了，没办法不可以再救了。补救，没有办法补救了，因为它吃起来比较苦。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做法，就是故意把焦糖煮焦，然后我们就打奶油放进去，是一种苦苦甜甜的味道。所以我也要看今天的比赛会不会有人这么做。可是你也要拿捏到非常的准，对，因为当你就是把它弄焦了，那个苦就变成是一个吃不下去的味道。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有学过sugar work。那女生做 sugar work 会不会比较辛苦？因为女生都很怕热啊。对，很烧哦。对，你很烧拍到手，对，真的是你明天就是脱皮了。所以很多女生都是做巧克力比较多。8年前呢，我有很多sugar work要做，然后就不小心就被冰烫到。对，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想那么多了，因为你必须在那个温度拉，然后去调，好像你要做一个花朵，你就真的是很想对。你有烧过吗？有被烧过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参赛者在做什么好了。其实我闻到一个香味，那种是 savory， 对，不是那种，应该是冰灰。对。这个是甜品的 competition 比赛了，你在煮培根。哇，是早晨来了吗？为什么有早餐的味道？Oh my god！ 他第一个东西就是煮培根，我真的很想吃他的早餐。我有一个对你担心的一个问题啊。你为什么喜欢做甜点？工作的关系吧，就之前我是没有经验的，所以我就是边做边学。公司也派我去上课，所以懂了那些食材，所以就可以做出一点不一样的那种花样。我有一个对你担心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培根的口味蛮重，所以你要记住主题是焦糖，我会是甜跟咸。
焦糖 sauce 在上面，好好，你就会有知道就一点好了。那个是什么？洋葱。还有洋葱啊！哇！我今天要呈现的是焦糖松饼双重奏呀，所以就是一个咸的，一个甜的。然后咸的就是有培根，然后还有焦糖、洋葱，然后甜的是caramelized bacon，还有 cookie crumble。因为他们也是甜点师，就他们可能甜的吃惯了，所以有一点咸的，所以有点新鲜感，所以我就冒这个险，做一点比较另类的焦糖，可能会有机会赢过别人。身为食品科技园的冰辉，每天的工作围绕着食物和原材料测量、计算、科学实验，就跟烘焙一样，每个步骤都要斤斤计较，不能马虎。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让他对食材产生兴趣，开始制作甜点和饼干。虽然烘焙经验不比别人丰富，输在起跑点，但凭着坚强毅力和满腔热忱，他有信心跑得比对手更久更远。伊恩你好，我看到你的那个蛋糕已经放进去了，对，好快，谢谢。非常快，你的进度平常都是这样做就的，习惯大量的，对大量，因为我每次都是做大量的，所以小量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太轻松了。哇，这位参赛者手脚很快，又很利落，又很清洁。做快做准，然后把东西做好，呀，是我的强项了。Ian 从小就喜欢跟阿嬷和妈妈进厨房，备料、切菜都难不倒他。16岁中学毕业，站在人生的交叉点，他选择了烘焙，从此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现在26岁的他，年纪轻轻已经是蛋糕店老板，带领团队跨过一个个里程碑，在蛋糕界闯出一片天。哇，蛋糕店，说他是一个已经算是挺有经验的一位参赛者。我其实对他的期望挺高的，对所以你现在是在做你的焦糖啊？对，我在做我的焦糖，这个是那个咸焦糖。今天要呈现的作品是那个 Hojicha salted caramel cake， 还有白巧克力马卡龙。为什么你用白巧克力呢？如果用 brown chocolate、dark chocolate， 那个味道不会很好。通常人家很少要做白巧克力，因为白巧克力很甜而且马卡龙也本身就是甜的，对对，所以我就是说蛋糕那一方面一定不会甜，因为我有那个茶那一方面会减少那个糖度，对，所以甜的话也是甜在那一个马卡龙，其他那焦糖啊这些之类就不会。所以你的焦糖也会 push 到可能比较苦涩的。我是用眼睛看的，因为我从我学校到现在都是被train用眼睛看，而不是用 thermometer 去量这些东西。所以你是要看到什么颜色呢 ？brownish yellowish，对，有时候会加 cream butter salt。为什么没有弄烧你的 cream 呢？我 normally 都是用冷的 cream 来倒进去。冷，你上去它会喷。可以，改次我会take note。那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concept？这个蛋糕是在我蛋糕店里面是蛮热门的一个蛋糕。是吗？有稍微一点点的失望。因为他就是用他店里的食谱来呈现在一个比赛当中。杨敏，今天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在切我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食材，就是梨子。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 plated dessert， 是叫焦糖玻璃，就是梨子的梨。我会做2种焦糖，一个是用 sour cream， 然后另外一个我会加 miso， 就是味增。太好啊！我一听到 miso 跟 caramel 呢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在日本有做过很多次，还有呢，我每次都放 miso 跟 caramel 一起。但这个搭配是很好的搭配。然后就做那个 sugar glass， 然后那个焦糖，这个 poached pear、coffee Swiss roll， 然后还有好多哦。他应该是有95%的信心，不然就是100%，因为他的那个构思其实真的是还蛮复杂的，没有一定的水准，应该是不敢用这个构思来比赛。一个好的甜点，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味道，好像说用咖啡带出一点苦的味道，还有用酸奶带出那个酸的味道，还有用味增，就是有咸的味道。
这样搭配起来，我觉得会比较好吃。听说杨敏也会做一些 simple 的 sugar work， 你有被烧过手吗？有很多次，所以我前几晚其实是在睡不好，一直做噩梦。我今天带了很多那个 burn cream 还有 plaster。burn cream， 好可爱的。对，哦，直接我们这边也有 medic 的，对。他要做 sugar work 在比赛呢，真的是很勇敢。如果他碰到手呢，就10分钟没有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我阿公写的是长相思。他的阿公写一个 poem 给他。对，呀，他其实写了很多首。所以阿公喜欢你做的甜品吗？还是喜欢。他知道可能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压力跟紧张，所以他可能会说，那我可能带一些幸运物，我带我阿公的诗来给我一些的力量。音乐和甜点在杨敏的世界缺一不可，创作让他把心情转化成音符，借由琴键抒发情绪，而烘焙则让他发挥想象，叙述自己的故事。每一道亲手制作的甜点，就宛如一座桥梁，拉近他与亲友的距离。阿公阿嬷是杨敏最忠实的支持者，看到他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就是最大的满足感。Ian， 为什么你没有把你的焦糖把它吸出来呢？平常都是这样做了。可能有一粒粒的糖在里面。哦，OK，那你吸着之后，你的那个焦糖就会比较顺，比较滑。比较顺滑。OK，可以。现在只剩下2个小时。看了3位参赛者的材料啊，还有他们现在在做的情况，你们最看好的是谁？是觉得呢，最复杂的是杨敏。杨敏对，杨敏的，我也觉得对。为他有一点担心，一个小时已经过了。真的是步骤挺多，然后挺复杂。我在想3个小时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Ian 的就比较安全啊，有 classic 的 technique， 有 macaroon sponge， 对，保护区里面。可是其实我也是很期待冰灰的，也是它的是有很多，它有那种 savory 的感觉，咸的口味在里面。Oh my god！我现在是做2种 caramel， 所以我要比较小心。这样拉上来看它的颜色，这个就是 true caramel color。OK， 现在要小心。没事。是什么来的？我是在放那个 sour cream， 可能紧张吧，就。你有想到吗？是170度，以后要小心。2个锅同时在煮，然后焦糖你要很小心，就是要注意它的那个颜色，其实挺难的啊，然后就有一点压力。2个参赛者已经做到他们的焦糖，可是冰灰还没有，他还在煮，还在煮菜，煮菜。冰灰，你还在煮菜吗？你现在我还在在煮什么呢？炒我的洋葱。哦，是吗？洋葱。炒到它有一点 caramelize。这个步骤很重要，它好不好的就是看它的焦糖跟那个大葱。差不多要好了，然后我怕它可能太油，可能太腻，所以我就想加一点酸柑下去，然后它就没有这么的去掉油腻的味道，还有那个芳香。做完了你有拿稍微跟它切一下吗？对，我会吗？一定要切，因为你不要不然切很难咬。对，等下你咬太多了，对，整个是安黏，你吃不到那个东西，对。对，哦，我看到你在烤在那。可以看。这个是那个甜的部分，等一下把焦糖淋在上面。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做 muffins？当我想要焦糖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想，我焦糖又不是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要想一点花样。这2位高手做的都是 like plated dessert，
那你有没有压力？有。最后 presentation 是有分数的。所以我知道我走简单路线了。是因为是我第一次参赛，所以我就想做一点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就比较舒服的。Muffins 我会觉得说，会不会简单了一些？其他2位可能会比较占优势，就是好像在呈现方面，他们的 presentation， 他们肯定会比较精致。然后他的 muffins 到底能不能就是达到那种水准？他去 sieve 那个 almond powder 根本不用 sieve 的。Ian， 可以问你吗？为什么你要 sieve 你的 almond powder 呢？所以我的马卡龙会比较smooth。我看你很辛苦在这样 sieve 它。以前我的 chef 他为了磨练我们，都是叫我们自己 sieve 它。他很有自信讲说，哦，我以前学的就是从这边学出来，就是这样。看到我自己本身20多岁的人也是这样讲。在做蛋糕了，哦，太好了！你把焦糖就放在 sponge 的上面。对，这个是 coffee sponge， 我是用一个 cold brew concentrate 做的。我们可以尝试你的 miso caramel。可以 miso caramel 在这边，我自己还没尝到。你还没有尝到？对，跟我你做讲吧。厨师一定要尝试，你尝试。他怎么可以不尝试他自己的焦糖呢？因为我们是厨师嘛。我们都会一煮呢，就会尝试，因为环境是不同的，它只照就它的食谱，可是有很多东西可以错误嘛。我看从这一次开始呢，他已经学到了，每一个东西都一直都尝试，这也是对的。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太甜，你说可能一点点，重。我不太喜欢那个味道，我觉得那个米酥一定喧宾夺主。哦 ，OK。OCD。哦 ，sorry。把刀呢切在这边。哦，用后面切。后面切，对，因为这个很贵啊。哦。很多厨师有时候会切弄坏。哦。可能如果是我自己的，我会比较照顾。Sorry。我们要照顾我们的东西嘛，所以呢，他说因为不是他的东西，所以他就乱切，所以看到就真的很心痛。Yes， 对那个 mat， 下次会注意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在做那个马卡龙，所以我现在做它的那个 almond icing sugar paste。那你为什么会选马卡龙做一个 garnish 呢？马卡龙图我今天不是一个 garnish， 而是其中一个 element。因为上次我 audition 的时候我是做蛋糕，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，这次又做蛋糕 ，Janice 会不会觉得无聊？因为 Janice 有问过我，你可不可以做 French pastry？ 我是可以，只是我很少去动它。我谁问的？我是问你可以做什么吗？因为你每天都做蛋糕嘛。好的。Okay, let's see his cake. Yeah. 你在听？你老板你在听？那个chiffon如果有那个沙声的话，就是说那个蛋糕还没好。你不用用那个最典型的。不用，因为它已经熟了啊。它现在是要保住它的 structure。好神哦！你这么说吧，凭直觉去做甜品也好，演戏也好什么的，直觉是占一部分，因为你一定要相信自己。可是有些东西一定要有 technique， 不能100%都是要靠直觉。你那个直觉有点让人好像不太放心。做这行30年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烘一个 sponge 听它的声音，才感觉说是熟不熟，我是没有听过啊。从以前到现在都是，被训练从眼睛还有耳朵去听，还有去看。我现在在煮那个焦糖，然后可以放这个培根。这个其实我有失败过蛮多次，所以我有点怕。我做焦糖的时候呢，我没有一直搅它，直接呢就把这个呢就摇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就怕它的底会焦，所以我就整天对。哦，像我学到了。他把那个焦糖全部都搅，一直搅。可是焦糖呢，本来你不用搅的，如果搅呢，它不会煮熟，也是不会煮很平衡，因为他们很怕焦糖会烧。可是焦糖是要烧的，对，要烧到170度或者是165度。燕，
当你把那个糖煮到你要的temperature， 你把它倒进你的 egg white 的时候啊，你需要什么状况才知道说你的 egg meringue 是好的？我们打的时候，这个 whisk 的时候，它要慢慢这样下来，它不可以太 stiff， 太 stiff 的话，你会搅到你的手很累。为什么你没有用那种 thermometer 来感觉说是多少？我的老师他们全部都是叫我用眼睛看，不要用 thermometer。如果说你的员工需要 follow 你的 recipe， 那他们怎么样跟准呢？员工就不一样，员工就有标准的东西给我们去做。那你做出来的蛋糕，还有你员工做出来的蛋糕会一样吗？一样。伊恩是一个很凭直觉的一个厨师，但你这个一定要凭着很多年的经验。不好的一点是因为他有个蛋糕店，那如果他有其他的员工，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说？出了一点状况。杨敏 ，Yes， 有状况啊，有状况。点状况，杨敏 ，Yes， 有状况啊，有状况。什么状况？什么状况？我没有把那个gelatin倒好，然后我加进那个 cream 的时候，一粒粒太冷。哦，太冷，然后就变一粒粒是吗？对，糟了，我的那个慕斯就是不会滑。你可以把它 sieve 掉它，你剩的 gelatin 在里面呢，把它挖出来，哦，挖出来拿一个 pot 再溶一下，它掺点水。明白。在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会吸取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把它变动。其实他是挺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，可是可能就是紧张，所以他可能会手忙脚乱，然后他的步骤很复杂，自己也会慌起来。伊恩，你需要多久时间去给你的 macaron 上面干呢？动的时候，它没有那一个不粘在你的手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。他真的是用他眼睛跟的 senses。对。现在时间只剩1个小时，大家有把握吗？压力就有。伊恩啊，你的 sponge 有放 syrup 吗？没有。我觉得我的建议啦，可以把焦糖拿一点煮滚的水放进去，变成一个 caramel 的水，等你把它抹在你的 sponge。它的味道就带出的更浓。Chef Alex 有可能觉得我是能做更好的，所以他给我那么多提议，是要我更加进步。现在我要放进这个膜，然后就可以烤了。冰灰，你为什么不放在一个 piping bag？ 它里面有一些 bits， 可是那个放进 piping bag， 它会 stuck。冰灰它的 muffin recipe 也看不是那么好，我会把培根切到很碎，然后我也是会放少一点，因为培根呢是很重的一个口味。现在只剩下45分钟，你们要抓紧时间哦。杨明，你现在准备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要做我的 sugar work。我是觉得 sugar work 是一个很微妙的步骤，凭着想象创造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。所以当我看到他要开始放他的那个气球进去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去看。我是觉得你不用戴手套吗？就不要碰到。他敢敢的把手就放进去，还有是170度，你点一点点呢，你的皮就会掉了。你们观众们呢，不要去 follow 他 ，OK？ 其实我是特地买了这个锅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高，然后煮多一点糖，一次就够了。但是我今天糖还是煮不够，还是要2次。我只有看到5粒球。对你没有做 extra， 我有1粒 extra， 1粒而已啊，很有把握。我也是想看。这是 Plan B 对吗？
没有分离。这一条是什么？因为梨上面有一根那个那个 stem，对。Plan B 没有，Plan A 成功就是我的 Plan。这个我试过很多不同的模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气球的这个形状是最像梨子的。它像梨子。做sugar的时候，是最紧张的，因为那时候这个 chef 都站在我旁边。当它慢慢的放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是挺紧张的，因为如果你太用力，你这个可能抓破了。冰灰的桌子上还有冰灰桌上是什么 ？Spring onion， 这个是 for garnish 吗？哇 ，garnish。哇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炒菜，在煮啊，在切啊，葱嘛也切了大概10分钟了。有10分钟 ，OK。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有进步，所以那个 garnish 需要少，可是它切全部，好像给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吃一样。你的 macaron 里面是放什么 White chocolate with salted caramel。你全部的步骤是用一种的焦糖在。对，the next one， 如果我有时间，我想做一个 caramel decorative item， 把它放上去。只是一个焦糖。还有那一个焦糖，他就把它放到全部的地方 ，macaron 里面、蛋糕里面、盘子下面，很乱。我是觉得呢，我们要 respect 那个焦糖，不可以乱放在每一个地方，这个真的很失望。姚米在笑了，因为他已经成功了，他梨做出来的，他已经放心了。冰灰，你还在切菜，什么来的这个？钢管啊！我们就很好奇，怎么还在切菜？因为通常摆盘的时候，其他的都是甜的，可是他还在切菜、切葱啊，然后切钢管。伊恩，你应该把你的刀切的时候烧一下，然后也切的会比较干净一点。可以。伊恩，我觉得你太早把它呈现出来了，已经倒下来了，因为你已经把它做的那么漂亮哦，倒下来跟它换掉它，没有就前功尽弃哦。伊恩在摆盘的时候，我看到其中一个蛋糕都已经歪了。然后再过不久就倒了，真的是为他担心的，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烘焙师，而且他是第一个切好然后开始摆盘的，后面出了状况我就哎呀好可惜。伊恩，你的 macaron 放在外面做什么啊？放冰橱比较好，我觉得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你这样吃的话会很甜。太多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，我的摆盘不会很美，而且我是被那个压力影响到，因为很多意见。他可能听得太多了。你想要完成你自己的作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坚持，不能每一个都听。我冰灰的醋了哦。冰灰的也是差不多了。它的凹肉很好看，我以为它很大力的，会在那么小力，它很娇小玲珑。你看它大是这样哦，还做出来还挺难的看的。现在还有15分钟，加油！他想做那个 ball， 应该是，好像然后怕时间不够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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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放弃！我在看时间是因为第一，我很久没有做焦糖的摆设，不懂够不够时间去完成那个作品。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带着自信满满的，后来慢慢的，我觉得他的信心已经被打乱了。原本焦糖你这样煮多，你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吃会很甜。假如说你呈现出很多种的焦糖，把它掺在一起，又薄又少哦，跟吃起来就比较好吃。所以那个糖不用搅。对。因为你是要把那个倒在那个碗是吗？啊，对。你的碗有茶油吗？没有哎，会粘住。会粘住。我觉得这个是你额外要加进去的，对，加分的，所以没有那个压力。如果你做得成，就可以放进去；对，如果做不成，你还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呈现。我是觉得冰灰它的 garnish 那个葱的口味呢很重，所以 garnish 对也是很重要，对。
现在时间只剩下最后5分钟，大家要把握时间了。杨敏，你觉得你要把整个放上去，还是切一半？你这样问我会很 stress。Dessert portioning 很重要，所以甜品就要吃一个比较少，好吃，不需要太大份。比如说它的那个是太大。妍，你觉得你会放你的 caramel cup 吗？我尽量。现在最后1分钟了，最好是完成你。哇，冰灰好了，其他2位快点完成你们的摆盘。燕老板，恭喜！老板，老板太难了，太不容易。现在剩下杨敏。紧张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现在剩下杨敏。其实我没有担心不够时间的，但是因为那个慕斯没有做出来，我就吓到，然后我就放了很多朵花，我想盖住那个不好看的地方。它其实应该不会超时的，它可能就用到最后的几分钟，可能在钻牛角尖吧。杨明，你要加油，每1分都会扣的。3分钟的时候呢，我有跟他讲，已经超过时间了，你真的需要还在摆吗？他就说 OK 了，完了。OK， 好了。可能是在做优格的时候，那边它乱掉，所以他就突然间跑出一个4分钟出来。想象我在一个餐厅做的话，我宁愿让我的顾客就是多等几分钟，然后给他一个比较完美的甜点，好过给他一个很不好看的一个甜点。3位参赛者都已经完成他们的作品了。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杨敏的，就像一个非常梦幻的树林。你希望我们要怎么吃？把那个敲碎，对，敲碎。我觉得一个好的甜点应该除了甜以外，也要有很多其他的味道。你2种的那个 caramel 做得非常的好。成功，2种焦糖做好了。我觉得你的摆盘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你唯一的遗憾，你是说你拍不到你的优格嘛？对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更漂亮。因为它的盘式甜点本来就应该是一种艺术，在没有刻意中的刻意，所以你拍出来可能更刻意了。这样子一个糊状的话，我觉得反而比较美。你的 caramel 太多了，就是觉得哇，突然间很甜。所以那个你应该少放一点。我是觉得我每一个口味都有一个惊喜，可是呢，你也看到我们4个盘子剩下这样多的玻璃糖，因为太厚了，其实只要dip 1次就好了。我的计划是dip 1次，但是我今天的那个糖煮的比较少。其实我是可以把那个锅就是往上拉一下，然后就会有比较多的糖。我dip 1次就应该 OK。你的设计非常的 delicate， 如果你做一个 mini 一点的 roll， 会更漂亮。呀，我自己吃 Swiss roll 的时候，我是喜欢大个，但是如果要放在这种 plated dessert 上，可能小个比较可爱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冰辉的作品。我有一个为你担心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培根的口味蛮重，所以你要记住主题是焦糖。我的 nightmare 真的是出来了，你的培根真的比较重，我是觉得是吃一个培根的 muffin。可是你的 caramelized 培根是蛮不错，真的也是你有发挥你的创意。可是我看是太干了，切的时候就可能要费点劲。看他们在切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的刀是卡下去的。看了完成品的时候，就可能有一点点的失望了，在外观上没有说很吸引我。那当我想要尝一口的时候呢，就彻底失望了。主题是焦糖，然后那个焦糖 it's lost
in the muffin。对，然后它那个 savory 的味道太过强了。你用 savory 来掺在你的甜品一起做，你会混乱人家。所以我不懂，我是在吃甜的呢，还是吃咸的？要2个一起吃的话，可能你要想一想这个搭配该怎么样再做一些调整。给它里面比较松软一点，就可以搭配到你的焦糖的味道出来。伊恩，你太早把它呈现出来了，已经倒下来了。当你看到这个调的时候，你心情如何？我的心碎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perfectionist， 所以每样东西要做得好好。当那个马卡龙掉下来的时候，我的心真的是碎了。这样多的焦糖放在蛋糕，这样做呢，那个蛋糕会歪，因为焦糖是软的。我看你做的时候，我是很开心，但我在吃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失望，它偏很甜啊。OK， 可能你的 caramel 放的太多了。蛋糕那一方面一定不会甜，因为我有那个茶，所以甜的话也是甜在那一个马卡龙，其他那焦糖啊这之类就不会。我第一口吃呢，就是太多火鸡茶的口味，我是觉得焦糖在。可是火鸡茶也是蛮多的，全部都是火鸡茶。每一层的 sponge 中间的 cream 也太厚了，它的那个 salted caramel 又有点过咸过甜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caramel 只有一个层面，所以挺失望的。然后我是觉得说，我很喜欢你那个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，好像我们给你一些建议，你很愿意去接受、去尝试。可是好像我们也跟你说，如果做不成，就不要勉强放进去。因为这一块好厚。OK。如果你不放进去，我觉得会更完美。我反而觉得你的火鸡茶跟你的 caramel， 我吃进嘴里的时候是很享受的，一口茶，一口 caramel， 很棒。今天的比赛可说是一场甜蜜的战斗，3位参赛者都成功的把焦糖融进各自的创作，但是先甜后苦，现在是评审团最煎熬的一刻，因为终究还是得淘汰一位参赛者。唐朝冠冕，谁来加冕？今天将要离开我们的是。应该不会是我吧？你的甜点很有艺术细胞，很有创造能力，但是你超时了。我跟我自己讲，完蛋了，就是我了。Ian， 你的蛋糕 Hojicha 茶已经抢过焦糖的风头，可是我们都很喜欢你现场的表现，所以那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。应该是我的。因为培根的口味太重，可是我们很喜欢你的创意。冰辉，果然是我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然后我们看得出你有那个热忱，最重要的是你有那个创意，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加油。会的，加油！谢谢。他们说的蛮对的，所以我可能会回去再改进我的这个 recipe。他连他的 classic recipe 都搞不定，我觉得他要把他的基础搞定好，才可以真的是自由发挥。我很佩服他的勇气，这一次给他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可能下一次去比赛的时候会发挥得更好了。冰辉很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烘焙方式。伊恩是挺有经验的一个烘焙师，可是他的作品又挺令人失望的。在选择他们2个人之间是有一定的难度。伊恩现在已经晋级复赛，他所要注意的就是说构造在里面的搭配 balance 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伊恩要勇敢发挥他的创意。我希望看到他们的创意。现在要切凤梨的，那不是正确
凤梨的切法吗？有个很轻松的一个状态，不像是在比赛。很有荣幸就能在一个米其林餐厅做工。你觉得你放的香蕉量够吗？够。我做给我妈妈吃的时候，妈妈就觉得孙悟空可能会醒来。我现在有一点担心，就是说那个默写来不及冻结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就是一直在浮现，我要怎么去挽救现在的这个局面。最后1分钟。锁定 Yes933 5克乐乐，与你分享更多内容。烘焙贴士也会刊登在巴世界。